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mini，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那我最近呢，一不小心又生病了，大概是从前天晚上开始的吧。昨天是最严重的一天，但今天仍然很不舒服，所以呢，现在只能躺在家里，跟你们聊聊天。分享一下我这个生病的经历，顺便教你们一些跟生病了有关的中文表达。咱们就是说，真的朋友们，我今年这几个月吧，身体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不太好。你们看，我之前有一期节目，就是跟你们聊我生病了，然后那个时候感冒啊、发烧啊之类的。那好像是在3月份吧，差不多。然后呢，那个症状呢也持续了快1个月吧，好不容易到4月份好像好一点了，然后过了一个很美好的五一假期，结果现在5月吧，5月中旬我又完蛋了我今年不知道为什么身体这么差。OK， 首先我先说一下我现在的症状。症状哈，我们生病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症状嘛。那你去了医院，医生也会问你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啊？你有什么症状啊？好，症状。那我现在的症状呢，首先第一个最痛苦的，最明显的就是我的嗓子。这个地方我们叫嗓子。我的嗓子呢，其实从上周开始就有一点点发痒了，我们叫发痒，但没想到这次会变得严重了。昨天早晨起床之后，嗓子就肿了，嗓子肿了。嗓子肿了以后呢，就吞咽很困难，吞咽，吃东西吞咽特别困难，很疼，特别的疼。那我不仅是嗓子哈，我的耳朵里面也很痒，所以这应该就是呼吸道感染。具体是上呼吸道还是下呼吸道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总之肯定就是呼吸道感染，因为这个耳朵和嗓子它是连着的嘛。那我的嗓子呢，痒、肿，然后它还有一个毛病，就是会咳嗽，就是咳嗽，我会咳嗽。那我还有一个症状呢，就是我的头很疼，头很疼。而且你们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就是一咳嗽的时候，这个头就会滋儿一下，就好像有一根筋绷在这里。你只要一咳嗽，或者是有一些剧烈的运动，比如说我上个楼梯啊什么的，这个头就会滋儿的疼我不知道我刚才用了一个拟声词，在中文里这个叫拟声词，就是滋儿，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的意思，就好像有一根针这样扎了你一下的那种疼。应该就是感冒的症状吧，以前我也有过。那我这次感冒呢，跟上次就不太一样。上次是流鼻涕，一直流鼻涕，打喷嚏但是这次呢，没有流鼻涕的症状，也没有打喷嚏的症状，主要的症状还在嗓子这里。这次的嗓子呢，是比上次疼太多了。我们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，就是用刀片割嗓子，就是好像你的嗓子里有一个刀片一样，在不停地划你、割你。这个说法呢，其实是在几年前的新冠
当时大家在描述得了新冠以后的那个症状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叫刀片嗓，刀片嗓。我觉得我现在有点那个意思。除了以上这些症状之外呢，我尤其是昨天吧，浑身酸痛，浑身酸痛，主要是肌肉酸痛，浑身的肌肉特别的疼。我当时就用了这个东西，这个我们叫筋膜枪，然后我用它打在我的肌肉上，按摩肌肉还挺舒服的，按摩肌肉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。好，再继续说我的症状。我呢，其实昨天是有点发烧。今天我感觉好像好一点点，但是呢，我还是决定量一下体温，量体温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的体温计，这个叫体温计。昨天我量的时候是37度，37度的话，其实就是有一点低烧啊，我们叫低烧。如果你烧到了38度以上的话，我们就会称之为是高烧。如果是高烧的情况，可能就得去医院了，就不能自己在家这样扛着了。我们叫生病了在家扛着。那昨天是37度，就还好。今天我们一块儿来看一看哈，我现在多少度？它这个体温计这里有一个按钮，这个东西叫按钮，然后我们按一下，听到了吧？那个声音，按一下，然后就把这个地方放在腋下，这里腋下，这个我们叫腋下。好了。放好了啊，等一会儿吧，差不多1分钟，它会响，它响了之后就是量好了。对，我们一块儿等一等。我猜我今天应该不烧了，这个其实是会有感觉的，因为我昨天很冷，昨天我感觉自己浑身发冷，昨天我在家躺了整整1天，躺了1天，今天感觉都能拍视频了，应该就还好一点。但说实话，我现在有点困了。听到了吧？它响了，OK， 我们把它拿出来。OK， 现在是36.5度，看得到吗？36.5度，不发烧。但这个体温也比我平时要高一点点啊。反正只要没上37度，应该问题都不大。OK， 我现在要去倒点热水喝。那我这次为什么会生病呢？我仔细想了想，可能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我上火了。上火这个词呢，我发现在英文里是没有的，这个是我们中文里的一个特有的说法。上火。那我们这儿所说的上火，其实是指，比如说我上周吃了很多的羊肉串儿，我吃了很多羊肉串儿，然后又吃了很多的辣椒，然后前2天还去吃了1碗非常辣的螺蛳粉，
就是这种很辣的东西吃多了，然后我就上火了。上火了之后呢，就直接作用在我的嗓子上，它就会导致嗓子发炎，嗓子发炎。好，那第二个原因呢，我觉得是因为工作太累了，不行，站不住，咱们回去坐着说。站久了还是挺累的，身上没力气，主要是。工作太累嘛，刚才提到，因为我，还有一份兼职，戏剧老师的兼职。哎呀，讲实话，我挺后悔做这份兼职的，因为首先路程很远，学校呢距离我住的地方很远，我每天的通勤时间差不多在4个小时，就是早晨2个小时，晚上2个小时，而且是地铁倒公交，很累。还好我每周只需要去3天，但是讲实话，我觉得那3天我的精力都已经被耗尽了。那我马上，索性暑假快到了，这个学期也快结束了，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继续了。那等到这个兼职结束之后呢，我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到我的这个中文教学上来，投入到我的频道上，因为这个才是我真正热爱的事情。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热爱我现在的这份自媒体的工作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有朋友问我，你都生病了，你还要拍视频，你还要坚持日更，因为我的 shorts 几乎是日更嘛。我说我做这件事情，我拍视频这件事情会让我忘记痛苦，会让我忘记我还在生病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很幸福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坚持做，一直很认真很投入的在做，因为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，哪怕是生病。好感动，我把自己说感动了，真的是。不是因为生病很难受哈，所以我才哭，而是我长久以来，不行，稳定一下情绪先，说不了话了。就是我，很长很长一段时间，是一个不知道自己的热爱是什么的人。就是我，不像很多人可能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，然后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清晰的人，但是呢，我又很希望自己能够找到那个热爱的事情，然后我很清楚自己做了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，可是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，所以曾经一度非常的迷茫，也非常的痛苦，找不到自己这个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，直到我做了这个频道，然后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，喜欢我的视频，觉得从我这里得到了力量，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，哇，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。对 ，Oh my god， 实在是抱歉，我今天情绪有点失控。拿一个纸巾，这个叫纸巾，不忘教你们中文，纸巾。哎呀，这个纸巾很要命，它带香味儿，带香味儿的纸巾，我不是很喜欢。好，自从做了这个频道，我开始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热爱，我发现我非常的享受，非常的开心，所以所有观看我视频的朋友们，非常非常感谢你们。对，然后你们有任何想学习的、不懂的，想看的内容都可以分享给我，告诉我，只要我能做，就一定会教你们，拍给你们。对，好，说这么多，我感觉有点喘不上来气了，我要去吃点药了，中午的药还没吃。
好吧，不说了，我得去睡一会儿觉了。下期节目再见啦！希望我早日康复，也希望你们，屏幕前的你们，都健健康康的，好不好？拜拜，下期见。